67%的美国人认为他走错方向了，这些都已经超过人口的一半。一个60岁的老人家，健保费一个月大概是460块，结果现在因为关税、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现在要调高到一个月$1380。那一般人怎么负担得起呢？所以川普现在你所面临的是小民生活在什么贫穷线上下？最重要的是食物补助，你要是把它拿掉，现在是什么剩饭剩菜？没有看过美国的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你不会了解。那这些贫穷线下的家庭，他只能够靠自己。坦白讲，这就是一般普罗大众真正的生活，川普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停摆，从明天开始就会创下史上最长的一个记录了。同时间，美国现在贫富差距非常的严峻。刚刚提到的4200万人的粮食券被腰斩，同时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川普人却在海佛山庄这边开启了万圣节的派对。当时大家看到的事情就是这个金光闪闪的一个派对上面他正在举杯庆祝，那包括川普一家人都到齐了。这个派对的主题叫做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就是一场小派对不会害死人。但是更讽刺的事情是，现在包括了币圈，川普的这些有钱人的好朋友们，则是赚得盆满钵满。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所做的揭露。川普的家族他们推出了各种的货币，不管是川普币、梅兰妮亚币，甚至是川普他的小儿子旗下的这一些货币等等，一年获利超过了10亿美元，换算现金流高达了30亿美元。大家都是赚饱饱的，没有想到另外一头的老百姓，他们的粮食券的补助被砍就算了，现在呢，根据统计，每个4口之家的这些低收入户，每月只能拿到715美元的一半，失去补贴哦。现在他们过得非常的辛苦。那根据了解，每个人每一天只剩下3美元的补助来过活，是连一餐都买不起的。联准会的理事库克也警告说，现在还不是最惨的一个状况，明年在美国的通膨还会变得更为严重，居高不下。贝森特也直接说了，接下来房市也会受到严重的衰退。而我们也稍微回顾一下，美国上一次关门的时间其实落在2018年的12月，大概时间是35-6天，冲击的就是包括了1/4的这些联邦的机构关门，80万多名的这些受雇人员，他们有因此会暂时没有工作，经济损失是100亿美元。但是注意了，5周的经济损失是100亿美元，但是这一次光是1周的损失就高达了70亿美元。那么从明天开始，刚刚说了，就会是这一次有史以来政府关门最长的一次记录了。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现在有钱人开派对，穷人却在为着面包来做苦撑。美国现在是活在2个世界 L 型世界里面吗？聂老师怎么看？好，那先讲讲我自己人生经验。我自己本身在1980年中到1990年中在美国待了10来年哈。那当然，其实就我的感觉，其实美国这个政府 shut down 其实不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情。从1970年就一直在 shut down。那么实际上，这个因为我们记得这一个应该算是从记录来讲，它是第23次的这个政府关门。那政府为什么关门？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都是10月底，当然也有在年中的，因为是10月初。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财政啊，就是财政年度啊 ，fiscal 这year是从10月1号开始，所以9月30号是最后一天，他们必须开始预算新年度的到来。他的预算，但10月1号开始，如果你没有办法拉锯，没有办法马上决定的话，你就必须关门了，因为钱不够就关门。但你知道哈，虽然我说有这么多次，我不觉得什么大不了，可是这次真的是蛮久，而且这次呢是又碰到了关税等等的一些因素，所以会造成比较严峻。就是这一次呢，你跟我讲日期长，你刚讲的7年前2018年也是川普那个时候哈，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之前大概平均是8到18天，大部分是这样子，但这一次呢却延长到这么长的时间，几乎是 double 在甚至比那个短的8天甚至4倍。我的原因要分析是因为这一次的所谓的财政没有办法咀嚼不定呢，我觉得跟现在就是川普过于极端的去做他的所谓的极端政策，就这个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政策，以及人民对他有非常多不愉快的这种看法，那造成民主党当然跟他
共和党的这个拿捏在财政就很难定论，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长。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这个预算被冻结是部分部门还是完全，这是有差异的。那我现在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部分或完全，部分的政府就一定会失去资金的运作。这资金运作就是我们讲 cash flow， 就是人的血脉啊，要血要流，不流你身体就挂了。所以你会发觉刚开始几天还好，那血脉也还好，或部分地方挂了还好。可是你发觉它越来越严峻，越来越严峻，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还加上它的关税，从一开始冲击到很多的产业啊，你就很难生存。然后到现在人民呢也开始呢，不管是我们太多的地方可以讲，你刚讲医疗部分或大豆有没有这些农民，他开始已经收入减缓，那你就各种补助你缓不济急，我觉得这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讲说，川普呢，等你刚讲海湖酸章这样非常愉快的一个举杯干杯，这个活在这个香槟泡泡里哈，这个东西却没有看到人民所以在悲惨世界叫 Les Miserables 这个法国这种有名的歌剧，在悲惨世界中生活。我觉得部分人民甚至到了走进黑暗的地步，就是我觉得贫富差距这是自然的，全世界都有，它是一个 M 型的社会。可是它的 M 已经越来越宽，越来越宽，怎么造成？就今年关税之后呢，美国呢就造成了部分像刚刚讲的，不管是他在币圈或者部分有钱人看准了这个越波动越是投机的时候呢，就去赚了越多的钱。那这些农民是没有能力的人，就被政府的政策呢偏导到了一个地方。我刚讲悲惨世界或黑暗这个时刻生活的人，今天当然就会越来越穷，越来越惨啊。当然你说房地产当然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它就影响到下一波所有人民用钱去这个我们讲房地产是一个这个重大支出嘛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钱包越缩水，你所有的这个资产就开始会慢慢走downtrend。所以我担心这个美国这个会慢慢在经济会，大家现在好像这个景气股市都还不差，但我还是担心它的经济的未来。我就要讲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世上苦人多哈，我们有这个台湾的真人有讲过。可是川普呢，25岁接掌他的事业，27岁当了 CEO。你知道这个在金堆生活的人，你知道他缺2样东西，这非常严重。第一个，他在生活上他没有办法易位思考，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感觉啊，你没钱了，没关系，我补助你啊。他不知道，我跟你讲，苦难教育机会，从苦难长大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苦难。一个呢，今天经过了苦难才叫做磨练，他没有，他是在钱堆长大，他是另外一种生活模式，他没有感觉，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差距。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的视角，不只是生活上的这偏误，视角的偏误，就是他过于偏误的宏观。他一直在讲国家，他没有，他虽然说好像想照顾人民，因为他照顾人民是为了他选票啊，票仓。可是他这个微观去想到人民真正的 micro 的东西，他不会，他大部分都是想到他的格局，因为他是搞个大企业的，甚至在领导国家的，所以我觉得他这2个偏误，一个生活上的偏误，一个这个事业上的偏误，就会让美国可能会慢慢越走越偏了。好，现在美国老百姓哦，尤其是一些比较底层的或者中产阶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不管是关税或者经济战所造成的影响哦。那另外一方面，不只是在经济上面受到通膨的影响，压力很大，现在是不是连穷？如果你是比较穷的人，你的命都可能并不保，甚至并不起了吗？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国手上握有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被大家视为是稀土之后的第2个王牌，就是这个药品了。因为现在做了一个统计，美国的药品近半的原料都是仰赖北京来做供应的，那包括了有抗生素，还有多种的关键的药品。这是来自于这个作者是《中国处方》一书的作者，他叫做吉布森。他说，现在美国已经无法从头到尾去生产任何的抗生素了，尤其美国现在缺乏这些统筹的机构，鼓励国内来重建这个供应链，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同时间，刚刚也提到了，美国现在的健保制度也让民众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保费暴增了3倍。一名60岁长者，他每月的保费会从$460正式的飙涨到$1380，变成说你要享有这些医疗保障，成为有钱人的专利。针对目前美国的问题，上次哥又怎么看？是的，这我最近看到那个华尔街有一个形容，我一直觉得印象最深刻。那现在都说，在整个美国因为股市一直创纪录啊，看起来就美国股市来看，美国的一切应该是欣欣向荣，但实际上到现在有好多蛋，大大小小的。不知道是什么，有的大如鸵鸟，有的小如鸡蛋，各类的是什么呢？现在就看哪一个蛋会裂开，里头跑出黑天鹅。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因为过去来讲，在整个美国经济的各种各样的时代都有不同的问题，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也都有，大概基本上问题的同质性比较高，很难想象现在此刻对于美国，无论是川普面对的，包括林老师刚刚提到，他不管，但整个美国社会民生所面临的是非常巨大的问题。整理
历来都是以美债为核心，包括现在联邦政府关闭为主，所涉及到的刚刚所有的民生的、教育的、航空，你能想象的一切现在都有问题。但是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大家就来看哪一个东西会联动，让整个美国核心经济两个就是华尔街股市以及其中的 AI 目前整个全球的趋力。但是你说现在最厉害的美国股市当中没有裂缝吗？还是有的。首先，第一个 AI 科技产业最近都是大幅度的裁员，包括 Amazon 裁1万多人 ，Meta 裁，你能想象当中都裁，几乎没有裁几千人，包括先前你说英特尔都在裁。除此之外，就是 AI 泡沫本身，上次已经提过了很多次，就是现在辉达跟 AMD 投资 OpenAI 呢花钱去买甲骨文的云计算，云计算回过头来再买辉达的晶片，这个泡沫循环目前在推动一切。但是现在大家都问，那到底 AI 会不会赚钱？AI 会花多少钱？其实都没有人愿意回答，就是投资。所以这些泡沫，就刚刚讲好多蛋哦，哪一个会裂开？目前认为可能说不定不是大的经济，或刚刚讲 AI 企业那边裂开，是从民生裂开，有可能包括就刚刚思明讲的从药品。因为这里就牵涉到关税，牵涉到现在美国民生的部分的处境非常非常恐怖。因为现在要知道，美国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制造生产，无论药或者任何产品都要靠进口，以中国为主进口，现在叠加关税，就是关税本身已经大家没有办法负担了。而联邦政府关闭，基本的补助给不来，真是前无前路后无退路，这个绝望度有可能是民意过去在历来这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这么强烈的地方。当然，现在关税司法判决对于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引爆点，马上就要到了哈。所以这里头刚刚讲，因为这是联邦政府关闭很核心的原因，也就在于到底奥巴马要的那个健保。到底肯不肯？民主党就确定我要撑下去。所以你看，健保跟药，也就是现在所有一切的晃动当中，国会跟预算里头的症结点。所以现在跟这个药有关，跟民生有关，有没有可能是整个破盘的地方？不只是美国，现在到处都在看，尤其空头都在看，包括中国大陆等等也在看这个时机。对于川普的声望，包括我们讨论很多川普的现在支持率，一切的源自所在。所以这个蛋的这个观察法，感觉起来蛮不错的哈。好，对，确实我不知道哪一颗蛋爆出来的会是黑天鹅，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一个最新民调，到底川普的支持率如何？67%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美国已经走错方向了。那么川普的不支持率现在来到了55%，对于经济政策不满的，则是有超过60%的民众都非常的不满，不只对川普不满，也对共和党一直挺川普这件事情是很不满的。所以呢，现在选民也表态了，接下来明年就是期中选举了嘛，他们说有一半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改去支持民主党了。到时候共和党的人会不会刻意的跟川普来做切割，保住自己呢？干哥又怎么看？川普他认为说，其实我跟你讲，我征收关税是一定的，这是很好的武器。如果没有这个武器的话，我们今年少赚了1000亿美金呢。当然他没有想到，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准备要为这个事情来开听证会了。万一如果法院否决的话，你要怎么退这个关税呢？你要退起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就等于说你原先得到的都一片化为乌有。所以最近的一次的这个民调就发现说，67%的美国人认为他走错方向了。他走错方向了，其中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是有高达87%的黑人，他们当然认为川普是走错方向的。可是白人认为他走错方向，也有高达61%耶，也不少哎。那西班牙裔是71%，那就想想看说，这些都已经超过人口的一半，他们都认为说，他们都是小民都认为说，现在共和党政府是走错方向。那你走错方向，其实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保险费460块美金，一个超过60岁的老人家，你的健保费一个月大概是460块，相当于多少钱？台币的15000块。其实，在我们就是说在台湾的水准来看的话，这15000块还算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常的。结果现在你知道吗？因为关税还有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现在要调高到一个月1380美金，那一般人怎么负担得起呢？那是接近4万块台币。你要是变成这样，这边我讲一个小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大概1年前，大
大家还记得一个常春藤名校的一个学生他叫做 Simpson， 他竟然在当街枪杀了美国最大的保险事业联盟美国健康公司。美国健康公司的 CEO 那 CEO 他把那个 CEO 给打死，当场给打死他叫 Brian， 他把他打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从常春藤毕业出来的这个意大利籍的学生，他说我每个月都缴健保费，我是常春藤毕业的，我家是意大利的望族，结果当我有一次去冲浪伤到背的时候，我得不到1毛钱的赔偿，所以他当街枪杀了这个 CEO。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 CEO， 你知道他每年他年终的时候，他可以拿到1500万美元的奖金。而一般老百姓根本得不到赔偿，所以川普，你在现在你所面临的是小民生活在什么的这个贫穷线上下，你只知道说为国家，刚刚聂老师讲的对，你的宏观就是你看到国家要怎么赚钱，但你不知道小民因为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的压力，他现在我跟你讲有很多人，还有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食物补助，食物补助你要是把它拿掉，对，一家4口之家1个月有2万块台币，就大概$700的补助，你把这个拿掉，你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剩饭剩菜，没有看过美国的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你不会了解，他们需要靠食物券。对，现在因为已经食物券不能发了，为什么？11月1号开始就不发了，为什么？因为没钱了。现在州政府正在想办法要发这个东西。但是你还是要等啊，对不对？那这些贫穷线下的家庭，他只能够靠自己。坦白讲一句，这就是一般普罗大众真正的生活，川普没有看到，所以他在明年的期中选举，我觉得他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跟麻烦。最新签署的行政命令，对原先达成关税的国家部分的产业，它开始给予了关税上面的豁免，悄悄的实行，达到了数十项包括在过去几周下令豁免的产品达到数十项产品，还有数百项的商品，接下来恐怕都会免除在关税的清单当中。几个比较关键的商品包括了这些含镍、黄金等的金属，到农产品，甚至是飞机零件、学名药等等，是美国自己产不出来、制造不出来了吗？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关税战，可不可以解读是川普真的撑不住了？从全面加税到紧急豁免，难道是美国自己生不出来？关税战打到美国自己了吗？委员怎么看？从川普第一次在打关税战的时候，我在你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过，川普这个关税战啊，叫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你看我一语成谶了，因为他的关税战完全违背了所有经济学的原理。那人家拿诺贝尔奖是拿假的，是不是啊？人家告诉你说，关税战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财政目的，它没有办法达成经济目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伟大的川普先生他就觉得要效法南北战争之前那一套的战法，就是说我把关税战拉得高高的，那海外的企业就会回流。他忘了一件事情，现在的产业比以前产业更复杂，每一个企业都建立在一个很复杂的上下游供应链的中间，没有人能够例外，包括台积电都没有办法例外。这个是一家公司，那如果是一个产业，那当然更复杂。对，而且一个产业里面不是每一家公司的上下游供应链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川普可能以为他在盖房子买房子那么简单。现代的制造业跟甚至于服务业，它的复杂度都是用一种生态性的概念来看问题。那如果你美国现在的使得企业回流的制造业回流的这种生态链，在短期间，不要讲短期间，就是川普任内，你根本不可能回流，而且回流产生不了经济上的效果。结果你很开心，关税课了很多，就等于是课到自己人的钱。那你课到自己的钱，就变成财政政策是收缩的，你变成财政收缩，很多人就拿不到订单。那延伸出去的时候，被课关税的人的企业，它的惨况更严重而且美国的现在的企业的产业如果没有 AI 的话，它的经济成长率等于0。你再课下去的话，那当然等于负。所以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AI 产业啊，不是每一个人都科技产业啊。那如果你不在 AI 产业、科技产业，那个占整个美国的就业人口不到1/10啊，你等于把9%的人曝晒在高度失业的风险当中。是，那这个要投资人，你敢投资吗？啊，除非你去投资 AI， 啊，你又没那么多钱。AI 是很大资本的一个投资而且好坏难料啊。那第二个，你其他产业没有人敢投资，你说沃尔玛敢投资了吗？不敢了。Amazon 敢投资吗？也不敢啊。所以每一个人都缩手，消费萎缩。为什么？联邦政府都关门了，我如果做联邦政府的生意的，我敢去扩大我的消费吗？都不敢。所以消费萎缩，然后这个投资萎缩，然后物价上涨，因为课了关税以后，现在还靠美国在1月份到3月份的存货或者5月份的存货在撑场面。那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再跟中国大陆11月份开始打关税战，那还得了啊？对。所以川普也意识到这个意思，你要把企业回流，你要去鼓励外商，像中国大家鼓励奖励啊、投资啊，但不是他觉得我关税可以用像百灵药一样。就现在呢，学名药也没有了，飞机零组件、汽车零组件呢也没有，农产品呢都出了问题了。那川普先生，你的支持度怎么会高呢？不可能的嘛。还有企业很多的赔钱。我觉得1.2兆应该还是低估了啦。所以川普的关税不是保美国更伟大，也不是掏空美国，因为他掏空的钱放在联邦政府里面了，应该是关税怎么样搞垮美国。好，这场关税战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企业倒闭，有财政收缩，民众的消费也在暴减当中，而且投资上面是完全没有信心的。具体的数字，我们来看到有支撑这一些论点哦，包括刚刚委员帮我们看到，今年损失恐怕这个金额恐怕是超过1.2兆美元的。其中呢，最新统计是来自于标普，他说2/3最终都还是由消费者自己来做买单，而且呢，他们还持续的分析说，今年还不会是最惨的，一直到明年2026年将会是美国企业承受关税附加成本最高峰的一年了。那最新的民调确实已经重击了川普，55%的民众他们完全不赞同川普的关税政策，他的民调已经创下2任来现在目前为止是最低的一次记录了。关键是46%的人仍然认为说美国接下来经济只会更糟而已，甚至超过1/4的美国人担心自己会在1年内就完全的失业。现在不管是来自于企业、来自民众的压力，这一些最新的民调能不能逼得川普低头呢？尤其接下来就是美国的期中选举，请问吕院长怎么看？如果说我们看到啊，现在就以现在的时间点，那个美国自己的企业它就已经损失了1.2兆，其实这代表的是什么？这代表的也就是它，原来他认为这个关税其实都是进口方负责，但是其实真正负责的是这一些美国国内的厂商，那也就慢慢的这些厂商都会透过价格的调整，让费用由消费者来承担啊。那如果我们看CNBC 的最新的民调的话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从这个民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关于川普总统的这一个支持度的话，他从赞成他的44%，反对他的52%。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一个经济支持率来讲的话，赞成他的42%，反对他的55%。所以也就是了解经济真正作用的不是房地产，因为川普一直对于经济的想象就是他经营这么多年的房地产。那大家都知道这样搞下去不是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对于他，川普上来执政，那他对各项的部分呢，除了对于南方的这有关于这个移民的部分，那是正面的，但是这个正面的相对于今年的8月以及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其实也是降低的。那如果说我们对比看，尤其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也就是通货膨胀以及生活开支的问题。如果对应这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大家非常清楚啊，现在这个状况，我们还不讲说有关于未来的法律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有预期心理，这一个有关于股票或者是有关于
这个经济前景如果出现了这一个预期心理的话，只会更坏。是好，确实哦，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最高法院接下来的判决。其实这个判决关税战是否有违宪这件事情，违法这件事情，其实呢是在11月5号就会正式的来做开审了。那现在呢，最高法院现在恐怕是有可能判川普是违宪的，这是来自于摩根大通的最新报道。他认为这个报告是达到80%，川普恐怕会败诉。那川普也说了，他会亲自的到法院去来听审哦。那如果他真的去了，就是美国史上的第一位现任总统去的。他强调这是基于捍卫美国就业和嚇阻海外战事的一个理由。而且川普还说，如果他人拿来对付我们的工具不准使用的话，我们将会毫无招架之力，那将是未来美国的灾难。川普能够亲上火线来去逆转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吗？如果真的败诉了，接下来这个川普政府能够承担所要承担的后果吗？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川普在4月初就开始对全世界185个国家进行全球对等关税，然后呢，他跟几个主要的盟邦国家日本、韩国、欧盟都谈定了这个关税，最低15%，在这个之前只有2.5%，但不止如此，他还要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同时对美国大幅的投资，韩国3500，日本5500，欧盟6000。那现在问题是台湾是多少？完全不知道，只不过是我们了解20%的关税，而且还要叠加。那所以呢，在加拿大、墨西哥更是受创。那对中国大陆，那真的是才是真正的核心。可是过程当中啊，只有中国大陆敢跟美国去就是对等的反制。那大概从一开始的时候啊，美国的一些民主党跟一些法界的人士就开始在诉求。就是用法律来处理它，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说，只有用司法的力量才能够阻止川普把这个对等关税搞到就是整个美国的经济的崩坏。那前面2次也取得了成效。首先是在纽约的叫国际贸易法院他就判决川普这个败诉。为什么呢？2个因素。第一个，其实最主要就是宪法里面美国的宪法第1条的第8项讲得很清楚。关税是属于国会的专有权利，他列举了国会的很多项的这个权利，甚至宣战关税这个 tariff 这个英文字，就基本上是在这个宪法里面。那再加上他认为，其实总统有别的工具可以使用，而不是用这种全面性的，也就是总统行政权所提高的关税是有别的，像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1974年的另外一个法律，但是呢，针对单一项目，比如说别的国家跟你在贸易上不公平的时候，你可能制裁回敬的这些作为，而且时效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因此他们认为违宪。那到了上诉法院，上诉法院维持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个判决，认为宪法规定专属于国会。现在进入到最高法院了，11月5号要开审。川普说我亲自要上去，那为什么他亲自上去呢？因为他知道依法而论其实对他不利。可是这个9位大法官里面他自己提了几名，总共加起来共和党有6名。那如果他人就在那边的话呢，你这个大法官看了我，你怎么判决？这当然不是马上判决，他们会这个在他们的 chamber 里面会去做讨论那同时他也要提醒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牵扯到美国行政部门对外国事务的关系，因为它已经牵扯很广泛。如果你一下判他这个违宪的话，他接下来美国就受了经济的影响或冲击会不会更大？因为他就提醒到这个东西。那不过我再加一点在这个问题里面，6-3，虽然6位是共和党的提名的大法官比较倾向态度保守，但你要知道，态度保守的法官通常是支持自由贸易。那所以就他个人而言，他可能支持自由贸易；就法而言，他觉得这应该是违宪。可是就行政权而言，就川普在场而言，这个难讲。所以我觉得可能有3种情况：第一个判违宪，第二个不违宪，第3个呢就觉得这个是国会的专有权利，你要取得国会的法案的授权，
可能要给他一定的时效来处理。川普的关税玩到现在自己美国内讧了，法院呛他越权，但是白宫说他们政变，全球的谈判桌现在翻了哦，美国还能够当世界的领袖吗？今天我们来特别关心，这个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在28号这一天，特别针对川普对全球课征对等关税，他说逾越了行政权力，认为川普是滥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乱征关税，要求说，你10天之内，川普我给你10天，你赶快把你的关税政策给撤回哦。这是这个来自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当时的一个限制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才短不到24小时，已经出现了戏剧化的翻转。最新消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紧急介入，已经火速的暂时恢复川普，你还是可以对各国课征关税。好，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先是白宫的新闻秘书长李维特他痛批啊，美国的法院司法越权，川普政府我们一定会统一在路上持续的上诉到最高的法院，而且他还痛批法官忽视了国会本来就有授权总统可以处理核心外国事务的职责啊。再来是看到的是白宫的副幕僚长米勒，他也说这根本就是司法政变已经完全的失控了。我们看到这一场关税战哦，美国不止现在自己乱，连原本跟美国不断在谈关税的这些国家也遭殃。现在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不断的浮出，让现在不管是欧盟国家、中国大陆、墨西哥、日韩等等的12国都在看戏哦。华尔街这一回也吓坏了，首席这个经济学家菲利普他点名说，其实呢，川普他就算不用现在有的这个关税政策，他还有其他的绝命王牌。那他就提到了，包括了在当时1974年这个时候有一个贸易法第122条，他说总统是可以对国际收支逆差课征关税的课税的，但是呢，这个关税只能实施150天。他也特别举例，当时在1930年有一个贸易法338条，说总统可以对任何歧视美国的国家课征高达50%的关税。好，总统能够拿快要100年前的这些法案来横扫全球乱课关税吗？法院说他越权，但是白宫呛说是政变。川普手握皇帝条款，这还是民主国家吗？厉将军怎么看？其实川普这次来讲，对全世界课征关税。他用了相关的法条，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用这个，所以说他认为他总统就有权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然后按照他个人的这个计算的公式，我们都知道这个计算公式有一点离谱了哈。但是我们不去讨论这个计算公式对不对。那总而言之，川普就对全世界每个国家这个征收了让大家匪夷所思的一些关税哈。那他为什么认为说是美国现在面临这个国际紧急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贸易逆差高达1兆美元这么多，所以他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现在面临非常紧急的状况，我必须要用紧急的法案来课征对各国来课征关税，让制造业回到我美国哈，来寻求这个跟全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平衡。这是川普他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们合理来讲，这些关税你应该是，你既然是民主国家哦，你是不是就应该要经过国会的讨论以后再来实施？而且应该要课征多少关税来讲的话，应该国跟国之间要经过一个详密的一个会议讨论。我们通常都知道，每个国家如果说是讨论关税，那少则1年，多则最少少则这1年，多则2、3年以上。都有嘛？到底你需要什么，我需要怎么样？我们寻求一个关税的一个平衡。譬如我们台湾那时候说要进口莱猪法案，我们都讨论了很久。你怎么可能就说你一个人就做这种决定啊？当然这次来讲的话，造成美国整个这种尤其是基层民间的很大的一个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多企业也因此而经营不下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有4家的这种所谓的中小型企业了，联合起来联名来告川普，说你违反，你滥用这条关税，你没有经过国会同意，你就是滥权哈，违反这个违反我们这个美国的关税相关的法令。另外还有13个民主党的州也同时提出这种告诉，所以这个告诉是这样来的，同时来提告川普。
当然会有这么多人去告川普，我觉得现在是美国自己面临的国内，因为你这个关税增加以后，造成民生上很大的一个通货膨胀的困难。当然，川普来讲的话，他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投降，他后面还有很多条的法条，可以相关来运用。但是我觉得在关税这场仗，川普已经很明显的输了，那只是说你要让他输的有一个很漂亮转身的台阶来下。关键是在这个地方，你不要用告他，他这个没办法华丽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会硬干到底。好，所以厉将军看到说这个法院硬干到底的话，这个川普也会硬起来，继续的来做，他施出各种的招。那接下来其他各国的国家看在眼里，应该要怎么办呢？这个多边的贸易谈判到底会不会解体哦？全球的供应链现在注定已经要乱成一团了嘛，这事情都一直搞不定。杨老师怎么看？这整个不确定性一定会增加，而且会更加的复杂。那各国看待就是内部美国司法跟行政之间这样的一个纷争，那他也在等，要进一步观望，是不是最后川普还被迫取消？那然后呢，川普这边呢，当然也希望这个加快谈判的这个速度。他已经要他的贸易谈判代表在昨天就打电话给主要的这些正在进行谈判的国家，主要的贸易这个对手国都说谈判继续，因为对大家而言，他不是在跟美国法院谈判的，他是在跟川普政府谈判，而且这整个事情到现在为止他已经上诉，那上诉法院也已经做了一个暂时决定，也就贸易战继续，对，就等待这个上诉法院的决定出来之前，以贸易战继续。这个国际贸易法院他的决定两个关键他认为川普越权，因为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讲得很清楚，关税是国会的特有权利。所以你看，在1930年那个时候，世界大萧条的时候，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案，然后呢定出来的。但是川普这边就辩论说，第一个，我是一个谈判策略。因为如果我像这个法案式的话，我到国会去取得也不困难，因为共和党都掌握多数嘛。但是那个就定出来就不能要改，就要再改法案，这个不是谈判策略，所以它是个谈判策略，它不是在定关税，那第二个是后来在4月份的时候，当这个对等关税出来的时候，民主党曾经在国会要去提案撤销川普的对等关税，被共和党给拦下来，把法案给撤销掉。那这个行为是不是表示国会已经表达意见，支持川普的就是关税政策呢？这是另外一个辩论的角度。然后呢，1977年这个东西，他就说你没有紧急啊，没有紧急呢。川普说我们怎么不紧急？49年来，美国都是贸易赤字，这些年都是在1兆美元以上，美国的财政要瓦解了，怎么会不紧急？这个就看你怎么认定。1兆美元，你说紧急也还蛮紧急的。所以川普绝对不会放弃贸易战。他会上诉，那上诉到最高法院。而且我过去对于英美法，尤其是美国的法院的理解，当你面临到对外事务的时候啊，到最高法院甚至上诉法院，他都会比较尊重总统权力。那就是说要去判定他到底有没有违宪越权。那这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就有空间，它是一个谈判的策略、谈判的技巧。他说，否则的话，你看中国大陆承诺开放市场，我就做到了。然后呢，英国承诺卖往美国的车子限制10万台，我也做到了。那大家都是交10%的基准关税，我也做到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千万各国不要认为就是川普就会停掉关税战，但是呢，也的的确确要等待这个内部的情势比较明朗的时候。那川普呢，也可能接下来同样的会用进一步的制裁，加上某种程度退让，同时的棒子加萝卜一起进行，希望短时间之内更快的达成就是川普的贸易谈判。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体来说，这个美国现在在内部面临经济的内耗。另外一场经济革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全球南方现在悄悄的成型。全球南方其实喊了很久，但是现在在美国的关税政策之下是快速的成型啊，现在变得更加的团结。尤其我们要来特别看到这一场峰会，李强特地亲自出席的是这一场第2届的东协中国海合会。这个海合指的是这些海湾国家的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吹起了全球
求南方的号角。这一次在峰会上面讨论的议题很多，当然呢有加强数位啊、绿色经济、贸易等等。重点是有来自于不同媒体针对这一次的会晤特别重要做了分析。第一个，国际媒体语带讽刺的提问美国说：“华盛顿，你的朋友圈还好吗？”就在大家非常团结之际问了美国这句话。再来，印度的《经济时报》也特别用报道标题写说：“再见了华盛顿，你好北京。”代表东协已经转向了大陆。团结要来对抗美国的关税政策，连日经亚洲这边也特别指出了，光是在去年，东协国家加中国再加这些海合会，贸易额高达9000亿美元，是美国的整整2倍。现在正在塑造去美元化的经济圈哦，贸易额全面超车美国，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可以说在这场会议上面看到已经正式终结吗？张军怎么看？东协有10个国家，海合会6个国家，包含沙特、阿联酋、巴林、阿曼，还有科威特，还有卡达6个国家，那就是10国加中国大陆加上海合会的这6个国家。那我们现在看这些东协这10个国家，它第一大的贸易对象全部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地缘之利嘛，时间成本、运输成本就在旁边，那卖到美国是1万公里，那卖到这个中国大陆就近在咫尺，大家这是地缘战略之利，时间成本跟运输成本就省下来，这个整个的物价、物品外销的竞争力就提高了，是这样。但是美国，我认为美国目前还有2大优势，所以美国主导全球的时代已经终结，我认为还没有。2个，第一个，美国有第一个美元优势，所有全世界国家用美元当外汇存底的59%，全部都拿美元当外汇存底，那美元就是强势货币嘛。这是经济体，美国经济体量又大，美国经济体跟量总共 GDP 占28兆美元，中国大陆18兆美元，所以美国还要领先一阵。我认为要观察5到10年，才看看会不会被中国大陆超车。目前还没有办法。那美国还有第2大优势，就是美国的军事的影响力。我们讲的东协这个10个国家，有马来西亚买美国的这些相关的军事装备。新加坡也是买美国的，印尼也买美国的，还有泰国也是买美国的，菲律宾也是买美国的，所以美国在地区的这方面的军事上的影响力非常的大。那这样就知道，那想要让美国的影响力降低还没那么快，因为你买的它这些相关武器装备影响都是20-30年。第3个，我们来看个指标，就是环太平洋军演，每2年一次，上一次是2024去年，下一次是2026明年。这个东协10个国家有6个国家都是我们讲到的环太平洋环太平洋的会员国，你包含了菲律宾、印尼，还有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都是啊，这些都是哎，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巨大。那我认为3个指标来看呢，就是说中国大陆能不能早点超车有3个，第一个会不会稳定，发展的势头会不会继续，你会不会有一点受到影响或中挫。这个势头要继续保持，才有可能超越美国。第2个 ，AI 的发展，因为黄仁勋有讲，中国大陆、美国只领先，中国大陆 AI 只有1到2年而已，所以中国大陆 AI 很快。那 AI， 我认为 AI 是个指标。第3个，中国大陆跟周边国家有没有一个和平、稳定、和睦的气氛，这个也蛮重要。如果有战争爆发，那中国大陆的势头就会受挫，这个想要超车美国的困难度就会增加。我认为要观察5到10年。